我叫赵令足，之前住在京城的泰山庙巷。他们说我住在那的时候突然疯了，搬家以后才好。我记得事情是这样的：那一年元宵节的前一天，妻子挑了几个灯笼，让我像往年一样挂在花园的回廊上。我搬过梯子，刚爬上去，就看到有一个女人披头散发，双手捂着脸，从堂屋里缓缓走出来。我从没见过他，不知道是不是妻子请来的临时帮佣。等他走近了些，我才发现他在哭，哭声哀婉痛绝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的哭声触动了我，我也流下泪来，以至于没有办法继续挂灯笼了。那个女人见我从梯子上下来，就走到我身边，哭得更伤心了。我见她哭个不停，就想安慰她，可她只是捂着脸一直哭，惹得我一阵阵心酸，劝不了她，反而跟着一起哭个不停。她似乎对我很依恋，我走到哪儿，她就跟到哪儿，白天晚上形影不离。奇怪的是，我从没看见过她的脸。就这样，我一时劝她别伤心了，一时又被她感染而痛哭不止，循环往复，好像掉入了一个怪圈，而其他人似乎都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。有一天，我和他坐上了一台轿子，他在轿中和我促膝相对，头发还是披散着，捂着脸，依旧哭得动人心魄。在轿中待了一会儿，他突然匆忙地下轿，我顺着他离开的方向望去，只一会儿功夫，他就消失在人群里了。我不时向轿外张望，看他是不是回来了，可是他就这么走掉了。我的心好像也跟着他走了。突然，轿子停了下来，轿帘打开，原来是儿子来了。这个时候，我才发现妻子也在轿子里，正坐在之前他坐的地方。我是赵令足的妻子。那年元宵节的前一天，我相公就不正常了。我让他把灯笼挂在花园的回廊上，他刚爬上梯子就下来了，还边哭边对我说些莫名其妙的话。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也不回答，哭一会儿停一会儿，好像掉入了一个怪圈。我不敢让他一个人待着，就日夜守在他身边。听仆人说，相公前一天在家中撞见了不干净的东西。我觉得这个地方不能住了，一定要搬家，就让儿子买了现在住的这个宅子。搬家那天，儿子先去打扫，我和相公一起乘轿子随后过去。到了东阙门的时候，相公突然掀开帘子，探出头向东边张望。我问他在看什么，他还是像没听见一样。我顺着他望去的方向看，只是熙熙攘攘的人群。没办法，只得由他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有些怅然若失的样子，不再向外看了。后来轿子停下来，儿子过来接我们。这个时候，相公好像突然发现我似的，说：怎么是你？我是赵家的仆人，泰山庙巷的那个宅子的确不干净，还好我们搬走了。那天我正在书房外打扫，发现挨着窗子的水井边有个骷髅，吓了我一跳。那个地方虽然僻静，但我经常打扫，一草一木都很熟悉。突然出现的骷髅让我很不安，不敢动它，就马上向老爷报告了。老爷说，肯定是老鹰叼着掉下来的，把它扔了就行了。于是我就拿着扫帚簸箕去清理，却怎么也扫不动它。刚准备去搬动，它一下子跳起来，咚的一声坠到井里了。我有点腿软，强撑着去向老爷报告。老爷说，这是你太害怕了，不小心把它弄到井里了，没多大事儿，先拿块石头把井口封住，今天先别捞了，明天再说。第二天，我经过书房外，忍不住向那口井看去，井口的大石头上面又有个骷髅。我怕自己眼花了，就走近去查看。刚走近几步，那个骷髅滚了几下，从边上揭开石头跳到井里去了。我嗷的一声跌坐在地上，惊动了老爷，但他还是不相信，说：明天你小心点，我亲自看看。
于是第3天，我和老爷约好，他躲在书房的窗边，偷偷向外观察，而我假装像前一天一样，从书房外经过。那个骷髅真的又在那石头上了。等我快走近时，骷髅自己翻了几下，掀开石头又跳到井里去了。我在见到老爷时，发现他脸都白了，但是他让我谁也不要告诉，估计是不想引起恐慌。第2天，老爷就疯了。